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小镇杰西卡这个频道。前几天呢，我分享了一支长影片，是关于欧美现在非常流行的7分穿搭法则。通过打分的方式呢，能够快速帮助我们判断穿搭是不是过于单调，又或者是过于的繁复、过于满了。结果收到几百条留言哦，大部分都是点赞表扬，说非常的实用。那这里也很感谢大家抽出时间留言来鼓励我。同时呢，留言里面还夹杂了不少问题，我看了一下，蛮有代表性的。那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期7分穿搭法则的番外篇，来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，也是和前一支影片一样，非常的有用。那如果你还没有看前一支影片的话呢，建议先点击屏幕的右上角复习一下，否则这支影片呢，你可能就看不懂，会错过很多有趣有用的知识点。老规矩，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我都会放到 YouTube 的信息栏里面，大家只要点击more更多就可以进去拿链接了。我是小镇杰西卡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开始了。首先呢，留言最集中的就是在连身裙或者说小洋装到底算几分。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呢，在上支影片里面我说过，基本款上衣我们都算1分，基本款下装无论是裤子啊还是裙子也都算1分。那么连身裙或者说小洋装其实就是上衣拼接裙子，对吧？那如果呢，这条连身裙是比较基本款的，那么等于是一个基本款上装搭配基本款裙子，那它就算2分。那如果这条裙子呢，相对是比较有存在感、比较亮眼的，比如说亮色的裙子啊、花裙子，或者是自带腰带这种有设计感的连身裙，那这样的裙子呢，就算3分了。不过呢，具体还是要看情况决定啊。有的裙子可能设计的特别花哨，特别有存在感，那这样的裙子可能算4分都是不为过。我们要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。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呢，我这一条黑色的连身裙，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普通了，属于基本款。尽管它也是有一些设计感的，但是你一眼看上去呢，确实还是挺基本的。那这条裙子呢就算2分。因为衣服比较简单哦，所以呢我搭配了很多饰品，这样呢才能够让这条裙子穿得更出彩。我们来算一下分数。鞋子呢是一双尖头的平底鞋，比较基本款，算1分。我特地选了一个黑白拼色的包包，它比起一般纯色包包呢会更加显眼一点，就要算2分了。2根项链叠带，不过呢，因为它们都是项链，所以即使叠带也只算1分。手镯，我特地选了一个比较有存在感、很显眼的大手镯，也算1分。加起来一算，一共7分，正正好。所以这样的黑色基本款连身裙，看上去也不会单调沉闷。再比如我刚刚开箱过的这条粉色连衣裙，来自 Fabric， 大家应该都记得。它的颜色呢是比较偏粉的，挺显眼的，再加上领口自带了飘带，就蛮有设计感的。那这条裙子本身至少就有3分了。基本款凉鞋算1分，手里拿的草编包1分。耳环呢，我选了一副比较大一点的白色的珐琅耳环，1分。一个数值大手镯算1分，加起来一看又是7分，正正好。怪不得视觉效果呢也不会显得过于的繁复，粉色裙子呢照样能够穿出利落清爽感来。那么至于连身裙呢，还有一个延伸的问题，有不少朋友在问啊，上班呢一般都会穿相对比较正式的连身裙，那这时候呢好像没有办法搭配特别多的饰品，有什么好方法吗？
确实是这样哦，上班装呢不容易穿出7分。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。我呢，因为很久没有在大公司上班了，所以呢，衣橱里面已经没有这种偏正式的连衣裙了。我找了一套套裙，上衣和裙子都是黑色的，穿在一起，远看呢就像一条连衣裙，四舍五入，现在先用用啊，大家懂我的意思。很多朋友呢，可能就会像我一样啊，一件黑色连身裙2分，配个基本款鞋子1分，包包1分，耳环和手表都很小，不算分。加起来4分，确实视觉效果呢不太行，看上去就是有点单调和沉闷的。其实改造思路有不少，我呢就拿自己衣橱里面现有的一些单品啊，给大家举2个例子。首先就可以换一双鞋，我把之前那双基本款黑色平底鞋换成这双黑色银色的拼色鞋，有亮点，那这双鞋就可以算2分。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耳环1分。这副耳环呢，虽然要比之前那副大，但是不夸张，日常上班都能戴，大家不用担心。白色包包1分，这样算起来已经是6分了，好像差了一口气。没事，那我们就来一副眼镜吧。加起来7分，是不是很顺眼？再换一个思路，比如说呢，我不想要眼镜怎么办？那我们就选稍微夸张一点的首饰，选一根长的珍珠项链1分。手表单独戴呢有点单薄，所以呢我把它跟珍珠手链叠戴，这样就更有存在感，算1分。我戴的珍珠耳钉呢比较小，不算分，这样加起来呢还是7分。那可能会有朋友问我了，你为什么不选一副更大一点的耳环呢？而选了一副小小的珍珠耳钉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个人呢不太喜欢戴满，尤其是相邻的部位，比如说耳环跟项链，我一般呢就会选一个重点。比如说我今天这样，这个项链是比较显眼的，所以耳环呢就会相对比较小一点点。那反过来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耳环跟项链都选很大的话呢，很容易抢镜，而且会给人一种暴发户的感觉。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审美啊，供大家参考。那最后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图，大家来感受一下。如果只是普通的穿一条黑色的连身裙去上班，4分，看上去就真的很无聊。那如果稍微改造一下呢，无论是加一副眼镜啊，或者是换一根长的珍珠项链，这样呢都会有7分。这2套穿搭呢就立刻改造成功了，即使上班装也能够穿出层次感来哦，照样可以很优雅干练，同时呢也很摩登有气质。第2个问题就是关于眼镜啊，也有不少朋友在问你，日常戴的眼镜到底算不算分数呢？当然算了，算1分。之前我那套黑裙子的第1个改造方案就是戴眼镜的，加起来正好7分。那我们再来看一套裤子的穿搭吧，浅米色马甲算1分，阔腿牛仔裤1分，凉鞋1分。包包1分，耳环呢比较大比较显眼，算1分，2个大手镯叠戴1分，再加上这副眼镜，你看正好就是7分，视觉效果呢也是相当优秀的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。第3个部分是关于鞋子。这位朋友在问啊，如果是银色的芭蕾舞鞋，上面是有黑色的交叉带，这种鞋子到底是算1分吗？
虽然我没有看到这双鞋哦，但是呢，我看到银色，脚背上又有交叉带，那这样的鞋子呢，肯定就是2分了。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，所有的基本款鞋子都是1分。所谓的基本款就是黑白灰驼色这种中性色，没有太多设计感的鞋子。而稍微带点设计感的鞋子呢，在我看来就是2分了。比如说呢，最近2年很热的玛丽珍鞋，脚背上的横带子就会跳脱出来，鞋子不再那么基本款了。这种鞋子呢，无论什么颜色、具体几根带子、什么材质都没关系，一律算2分。而颜色比较显眼的鞋子呢，也算2分，比如说亮色啊、银色啊、金色的都算。还有一类鞋子就是拼色的鞋子，像这双我买了好久，买它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它是拼色，这种鞋子就算2分。如果你穿的比较单调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之前那套黑色的套裙啊，就可以穿上这种相对比较亮眼2分的鞋子，就能够恰到好处的帮助我们增加分数，让我们的穿搭呢更有层次感。当然不是说一定要买跟我一模一样的啦，只是提供一个思路给大家，还是可以打开衣橱和鞋柜啊，多比划，多试试，也许就会发现不一样的精彩。接着一个问题蛮有趣的，有朋友在问发型算几分呢？我觉得一些比较基本的发型是0分不算分哦，就像我这种就是比较基本款的，而且呢发型弄得好一点，这是属于一个基本礼仪哦，不算分数。但是有一个情况，我个人认为是例外，就是你的发型特别的显眼，让人一眼看上去就忘不了的那种。我觉得这样的发型呢是可以算1分的。举个例子哦，比如说我非常喜欢的北欧博主 Anouk Eve， 她就有一头标志性的金色羊毛卷，非常的显眼。那我个人认为呢是可以算1分的。这就解释了她为什么穿那些黑白灰基本款总是很出彩，完全不会单调的原因。而我穿这样的基本款呢，有的时候就觉得太寡淡了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呢，她的这身穿搭，灰色上衣算1分，白色裤子1分，人字拖1分，包包1分，银色大手镯1分，墨镜1分，而这头金色羊毛卷也算1分，这样加起来，你看正好是7分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没有这一头卷发，是不是分数就会少一点，表现力呢就会弱一点呢？所以呢，最近大家一直都在说，哦，这个发型很有氛围感哦。可能这个氛围感呢，就是我说的比较亮眼的发型哦。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是可以算1分的，大家觉得呢？再接着一个问题呢，跟发型有一点像，就是关于妆容。妆容算分数吗？应该可以算2分吧。我个人是觉得基本款妆容，比如说一些日常的淡妆，像我这种是不算分的，这个也是跟发型一样，属于基本礼仪哦。那这位朋友留言里面说，那些比较彩色的眼影算分数吗？我个人觉得彩色眼影好像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了吧，可能要回到20多年前千禧年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眼影哦。现在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，都很少有人在大街上会画着这样的眼影出街。而且呢，这样的彩色眼影其实更适合欧美人深邃的轮廓，我们亚洲人呢尽可能去避免它。那大红唇算不算呢？我觉得是可以算的，尤其是当你穿的比较简单的时候呢，大红唇就有点像眼镜那种感觉，可以算1分的。但是前提一定是非常纯正的大红唇啊。不过呢，大家也要记住啊，我一直说的7分穿搭法则，其实呢是指7分和8分都可以的。就算大红唇算上1分，这样是8分，也是在这个7、8分的范围内，不是吗？再接着一个问题呢，是关于袜子，比较显眼的袜子算不算分？我觉得是算的，尤其是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彩色袜子，可以算1分。比如这位小姐姐啊，她穿的外套算1分，内搭1分，裙子1分，红色包包也是1分，乐福鞋1分，红袜子搭配上去也加了1分。
麻花辫上的红绳装饰非常的吸睛，也算1分，墨镜1分，加起来呢一共8分，也是在这个7、8分的范围内。注意啊，它不是走极减分，它的穿搭呢相对会有一点点复杂，但是呢，因为依然在8分范围内的，所以很和谐，视觉上呢你并不会觉得过满。那么很多博主明星都很喜欢穿的白色短袜算不算呢？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分情况来决定。我们来看一下 Bella 的这一套白色短袜穿搭，它的小外套算1分，裙子是格纹图案的，相对复杂，算2分，鞋子呢是双色拼接2分，包包1分，墨镜1分，已经是7分了。就算把这个白色短袜算上呢，也就是8分，依然是落在8分区域里面的。其实吧，我是觉得很多东西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，大家呢可能还是要多照照镜子，看一下感觉，有的时候呢要比分数呢会更加的直观，也会更加的准确。另外还有一点啊，就是我个人觉得很多博主呢穿短裙短裤搭配白袜子，它并不是为了凑分数，更多的呢是为了遮住脚踝，这样呢会在视觉上显得腿更直。如果经常露腿的朋友呢，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好啦，那今天就回答了上一支影片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哦。穿搭呢并不是做题哦，它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有一些呢也是我的一些主观想法，欢迎大家留言补充，多去看看那些很好看的博主的美图，多对着镜子照照，多看看自己，看多了你自然就会有感觉了。那到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打分，你看着就知道这样的穿搭是不是合适。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也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我也开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